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中国正在崩出一道道缝，湖南校园的操场一夜之间陷下去，孩子幸运没在场。江苏的校园，中学生集体罢课，喊走了校长。秦皇岛的村口，老人爬上警车，只为讨回被吞的集体资产。广州的银行，白领被逼退3年过节费，成了付费上班族。这一切发生在同一周。当操场在塌，制度在演，民众在吼，联合国却抛出一个更冰冷的数字：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只剩6.33亿，14亿人口的国度正在自己脚下慢慢往下陷。这不是巧合，而是警钟。今天我们要看清这场塌方连锁反应的真相。10月17号深夜11点左右，湖南邵阳市资江学校发生一起惊心动魄的事故。学校西边围墙和操场突然整体坍塌，地面裂出一个巨大的深坑，紧邻的教学楼墙角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场面令人触目惊心。所幸事发时正值深夜，学校里没有人活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很多家长看到影片后直呼，这要是发生在白天，后果根本不敢想。事故发生后，有眼尖的网友在现场照片中注意到坑边有明显的维护桩痕迹，这意味着什么？有网友质疑，事发地附近可能存在深基坑作业。更有人爆料说，学校旁边的小区文明家园正在违规挖建地下停车场，而且早在之前，资江学校就多次提出反对，希望停止施工，但施工方依然照挖不误。评论区也迅速炸锅，这件事学校早就说过不安全了。10月18号，邵阳官方公众号邵阳发布通报说，确实发生了围墙和操场坍塌，学校教学楼西侧墙角受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不过，民间的质疑和愤怒却远未平息。事故发生当日，资江学校的大门和周边道路被警方封锁。与此同时，大量家长和文明家园小区的业主们聚集在学校门口，高喊“还我孩子的安全”、“彻查开发商”等口号，要求有关部门彻底调查事件真相，并追责责任方。根据现场的居民反映，资江学校和文明家园小区的距离只有大约50米。自从小区开始挖建地下停车场以来，施工已经持续了1年多。如今，小区地面已经挖出一个巨大的深坑，而这次操场坍塌的位置恰恰就在靠近施工区域的那一侧。不少小区业主表示，他们早就怀疑施工存在安全隐患，事发前也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但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这次学校操场真的塌了，才终于引发关注。目前，虽然官方还没有公布事故的最终调查结果，但无论是家长、业主还是广大网友，心中的疑问都摆在那里。这场事故是不是预知的意外，还是早已被忽视的人祸？孩子们的安全到底是否被责任方重视？事故发生后，资江学校部分教学设施损坏，教学工作被迫中断。面对满目疮痍的操场和裂开的墙角，家长们忧心忡忡。学生们何时能够安全返校，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次塌方，也许毁的不只是校园，而是公众对制度和监管的信心。湖南邵阳惊心动魄的操场坍塌，暴露出学校周边建设监管的严重漏洞。可你知道吗？就在江苏徐州，学生们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主动站出来反抗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一场前所未有的校园抗议，最后成功逼退了校长。来看看这群中学生们是怎么做的。10月15号、16号，江苏徐州市铜山区桐北中学高2年级的几百名学生连续2天发起抗议，集体罢课，并最终迫使学校宣布辞退校长和教导主任。一切的起因源于学校近期引入的一个所谓教育改革机构，这个机构名叫全人教育。按照官方的说法，它要推行一种先进的教学理念，包括导流课堂、合学、领学等新模式，要求学生分组围坐，互相领学。但实际操作中，这些教学方式却让很多学生感到困惑，甚至抵触。他们说，课堂变得乱糟糟的，老师没法正常教课，反而成了走形式，
像是在浪费时间应付上面检查的。但问题不仅仅在课堂上，学生透露，这家全人教育的机构人员还直接干预老师的教学方法，甚至影响了教师的正常薪资。据说有班主任因为不配合校方的这种改革，工资被扣除，还有一位教导主任因此被撤职，引发老师群体的不满。然而，真正点燃学生怒火的是10月15号当天发生的一幕。那天，一名受全人教育机构支持、由学校引入的新校长，在听课期间，竟然当众辱骂学生和老师。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这些人将来都考不上本科。”这句话成为导火索。当天下午，几百名高2学生开始集体罢课，冲出教室，聚集在校长办公室门口，高喊抗议口号。抗议活动迅速升级。第二天，10月16号，学生们继续罢课，并组织队伍前往同北中学的上级学校正极中学。他们高喊“退钱”、“让全人教育滚出去”等口号，要求彻底整顿此事。面对学生2天来的持续抗议，学校最终作出让步。同北中学的最高管理层16号晚上出面回应学生诉求，并宣布解除涉事校长和1名教导主任的职务，全人教育项目也将全面退出学校。至此，抗议宣告结束，学生们返回课堂。但这场风波却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公众对于教育改革和学生体验之间矛盾的广泛讨论。一场教育改革为何会在校园内引发如此激烈的抗议？当教育成为试验场，学生的声音是否真的被听见？这起发生在江苏的校园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教育不应该脱离学生的真实感受，改革更不该忽视人本身。在河北秦皇岛，一群退休职工为讨回被低价变卖的集体资产，连续抗议4个月，结果却迎来了一句抓人的命令。事情越演越烈，甚至有人爬上了警车。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西岩木村，一场持续多个月的民间维权行动，最终在本月迎来了爆发。从今年7月起，西岩木村约400多名退休职工开始向当地政府维权。他们指控村书记低价变卖集体资产，导致企业和土地流失，而这些职工3年来没有拿到1分钱的工资补贴。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生计危机。西岩木村曾经是秦皇岛著名的乡镇企业基地，旗下的燕山实业公司一度拥有多家资产，包括投资1.7亿元的啤酒厂、燕山宾馆等。但是在原村书记李连娣和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妻子杨少银的任职期间，这些资产陆续被以低价处理，大批土地和企业悄然转手，村民没有得到1分钱。村民刘玉珍说：“企业卖了，地也没了，我们什么都没分到，账目从不公开，我们连钱怎么流的都不知道。”村民张富贵坦言，集体资产理应全民监督，可我们根本看不到内部账，监督等于摆设。根据统计，村里累计欠村民的退休补贴高达2000万元。很多退休职工每个月只拿到1420到1500元的基本养老保险生活，连基本药费都难以承担。刘玉珍说，很多人都老了，有病不敢去看，宁可吃点便宜的药顶着。有的妇女丧偶后根本再不敢谈婚姻，只能靠孩子接济过日子。而身体还算硬朗的男性职工，有的只能出去做临时保安、守夜工，勉强补贴家用。今年10月中，村民们终于组织了一次规范、和平的上访抗议行动。他们聚集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政府门前，准备递交登记表和诉求书，与主管领导对话。刘玉珍说：“我们等了2个多小时，想和政府面对面谈谈，但谁也没想到，突然领导一声令下，现场就调来了特警，把我们谈判代表当场抓走了。冲突随之升级，几百名村民围住警车。”有人爬上车抗议，现场一度失控。最终，警方强行带走4名维权代表，其中只有1名患心脏病的老人当晚被释放，其余3人至今被关押在拘留所。村民张富贵说：“我们只是想要回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但竟然用公安系统来压我们，这说明背后可能存在严重问题。”村民们还指出，
从7月维权至今，没有一位镇领导或区领导真正到村里来调查走访，甚至没有一声慰问。他们根本没打算解决。刘玉珍说，这一切像是早就安排好的。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并非孤立。今年6月，秦皇岛青龙县韩帐子村也曾经因为村干部私卖集体土地收入引发抗议，最终镇压事件造成了7人被捕。这类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缩影。当集体资产在暗中流失，退休工人拿不到应得的补贴，当公权力不再倾听百姓的声音，而是压制维权者，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村里的事了，折射出的是权力系统的整体腐败，不是谁的村子出了问题，是整体民众的安全感在流失。一边是村民为3年补贴抗争无门，一边是白领职工突然被要求退钱，经济压力正从底层烧到城市。广州农商银行通知员工退回近3年所有的过节费。你没听错，是退回，就是已经发了的、用了的，现在要一律退回去。这波操作直接炸了。据多名自称广州农商行的员工爆料，从2022年到现在，3年发的过节费，每人合计大约1.4万元人民币。现在银行要求员工分期退还，第一期先退2500元，剩下的每月从工资里扣。有趣的是，这件事没有红头文件，没有书面通知，全靠口耳相传，就是只靠各支行行长一层层口头传达。有员工说得很直白，这几年不声不响连降几次工资，每天开不完的会，现在还逼着我们自费贷款，到底是在上班还是在赞助银行生存？这个消息一出，网上一片哗然，网友留言一针见血。有人说，这是付费上班吗？广州农商行，请问你们是把员工当提款机吗？有人说，过节费收回来，那跟直接扣工资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该请律师算算我们3年加班时间值多少钱？还有人说，这样怎么拉动内需，基层消费还怎么活？这些评论不只是情绪，反映的其实是很多打工人对收入不确定性的极度不安。10月19号，第一财经就此事向广州农商行求证，银行方面表示，这是为了规范津贴福利发放，确保制度合规，大部分员工表示理解和支持。听起来很有制度感，但网民表示不买账，打着规范福利发放的幌子，追缴已经发放的钱，而且还没书面通知，靠口头说，这合理吗？有观点指出，这和银行系统中的反向讨薪制度不同。所谓反向讨薪，是针对员工违纪或出现风险操作时，银行对其绩效或奖金进行扣回，那通常是明文规定针对个人行为的惩处机制。而广州农商行这次是对全体员工追缴3年前正常发放的福利，这不是纪律惩处，而更像是一种甩锅式的财务补漏洞。这件事其实反映的是整个社会问题。当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谁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收入稳定性？企业遇到风险，是该削员工的肉。联合国最新报告指出，中国人口将在本世纪末暴跌至6.33亿，这是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前奏，也是整个社会未雨绸缪的警钟。联合国去年7月发布的最新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一项预测震撼全球，到2100年，中国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14亿锐减到6.33亿。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将从世界人口大国，全球人口占比17%，跌到占比6.1%，成为唯一出现如此剧烈人口萎缩的超级大国。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危机，更是一场全球经济格局的地震。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显示，如果中国的生育率逐步从2023年的1.19回升到2100年的1.48，到那时，中国全国人口将降到6.33亿，而现实情况比这乐观预测还要更糟。根据中共官方公布，2023年实际生育率仅约为1.0，2024年也仅在1.01到1.15之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高于韩国一点点。联合国虽然使用了保守模型，但专家指出，
除非彻底改革中国的社会福利、住房、教育、医疗体系，否则生育率基本无望反弹。中国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总数为5.82亿，年增长率高达20%。到了1982年，随着中共的计划生育国策、一孩政策全面铺开，人口增速开始急剧放缓，短期看起来稳定，长期却埋下了结构性隐患。独生子女家庭占主流，老龄化提前爆发，劳动力人口断层，这些危机正在现在集中爆发。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死亡1110万，净减了154万。2023年更惨，出生902万，死亡1110万，净减了208万。2024年虽然略有回升，达到954万，但总人口仍然下滑到14.08亿。连续3年负增长表明，中国人口问题已经不是趋势，而是现实。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生，甚至不敢生？总结起来3个字：太贵了。教育券、学区房贵，补课机构被禁了，但学费没降；医疗贵，公立挂号难，私立看不起；房价也在上涨，结婚都要掏空2代人6个钱包；女性生育后职场回归难，就业歧视没法讲理；城市家庭变小，赡养压力全落在独生子女身上。你说他生一个，还怎么养第2个？根据联合国数据，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21%。到2050年，老年人口可能突破4亿，劳动力人口将从现在的7.34亿跌到5.3亿。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可能变成2个人工作可以养1个老人和1个孩子，这个账怎么算都不划算。更惊悚的爆料来自2022年上海公安数据库外泄事件。据媒体披露，泄露的数据覆盖超过10亿中国公民的完整资讯，包括姓名、身份证、住址、手机号，甚至犯罪记录。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真实的人口登记库，而不是官方报喜事大量掺杂水分的数据。换句话说，中国真实人口现在很可能已经不满14亿，而只有10亿左右。如果属实，联合国的预测反而是保守的，实际危机早已开始。为什么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当中国劳动力减少，内需疲软，老龄化加剧，势必引发供应链重组，国际资本转向东南亚、印度，全球消费市场重新洗牌。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焦虑，也是全球经济的重新布阵。中国过去几十年赖以生存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而在这背后是一对对不敢生孩子的年轻夫妻，一个个托病生存的退休老人和一群被数据美化所掩盖的普通人。联合国的数字提醒我们，未来中国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中。您怎么看这个预测？或者说，您觉得中国准备好应对人口锐减了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